11点热炒店熊高菜，不呛不辣不上桌啊！《阿甘正传》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啦 ：“A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, you never know what you're gonna get。”真的不知道会拿到哪一个哈。是，老天爷要送我们的礼物，有时候真的是惊喜，可是有时候是惊吓。生活总是这样子啦，推着我们去学会拥抱每一个变化。对，今天，我们现场来了一位男人，这一位。老天爷在我们左右的拉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哪里都是他，有没有？看来看去哪里都是他，整个布景都是他。老天爷不止给他巧克力了，老天爷还给他雷神之锤啊！这场大病就好像老天爷在跟他开了一个超级大玩笑一样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今天那位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的 OMG 的那个男人回来啦！一起欢迎玉哥，还有老师出场。欢迎玉林哥，潘老师。等你好久了。哇，太感谢。一出场就看到照片，还好我本人还活着，所以是彩色的。所以是彩色的。万一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改成黑白的。有几张已经不会啦，你不是已经换了几张黑白了？你的热炒不会，不要讲这些。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个仪式呢。对啊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对，这个踏火盆一般就是平安的意思。对啦，你也要踩一下。我其实不用，你一个人踩就可以了。因为你最近不是说你有肾腺肥大的问题？你只要有肾腺肥大问题，你他妈有扁桃腺肥大问题，这个玉林哥来了就是这样子，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满场的笑声，而且什么玩笑都可以开。当然，今天就是我们自己人嘛，百无禁忌的嘛。自己人要想聊什么就聊什么。他们是来干嘛的？他们今天也是拜你所赐。关系哦，也是跟我有关系就对了，跟健康都有关的。对了，那我们就先踩火盆哦。对了，这个比较重要嘛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。熏一熏，把这个晦气熏掉。你这样是熏哪里？熏下面了。熏哪里？就熏整个身体啊！你都烤鸟蛋了。拜托哎，跨着火盆讲那么久。好了，你去跨一下，快点。好来，烤鸟蛋，闻到香味啦！掌声鼓励！好，我们今天也要欢迎专家们哦。首先要欢迎赖志雄保险专家，欢迎，以及李义伟医师，是我们血液整合科的医师，以及欧汉文功能医学，欢迎医师。你们厉害，刚好凑成福禄寿这样子。对，三尊来了。这几位也都是因为最近这个玉林哥的新闻，我看他们应该是也变得非常的忙哦。对，没错啊，看不同的行业，但每个都跟我相关哦。因为这等下会聊到嘛，保险跟我有关嘛。对。血统科医师跟我更是密不可分。对。欧医师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，我就是吃他的药吃成去住院。我们看到玉林哥出院的新闻，第一个节目就是回来看看我们，对，让大家放心一下。这是我上的第一个节目，因为之前那个记者会不算节目嘛，对了，不算。然后一般的公益分享不算嘛，所以真正常态节目就是来，等于是回娘家的意思。对，然后今天一定要报告给观众知道你的近况，大家都很担心。这就是你家，对，别这么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气色变比较好了？气色有啊，你一直在变好，我觉得你还变胖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下礼拜你就可以休息。玉林哥大概是离开节目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，足足8个月，8个月像8天一样快耶，真的是哦，就是我也觉得好像就咻一下就过了这样，其实很快，可以再久一点啦。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来聊玉林哥的心路历程啦。对啊，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其实一路走来到后面，我们会想到说，在那个状况之下是要如何，因为总是会有一点财务上面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要都没有工作，那是不是金钱的方面也有一些担心？今天我们都要了解。已经财务自由了呀。没有，尤其你知道我们演艺人员哦，又没退休金，你只要一生病哦，庞大的医疗费用，为什么我的医疗费用必须庞大？因为我不是普通人嘛，你叫我去住4人病房，对啊，好好想象，因为我都有看到新闻啦，玉林哥就有在讲说。
他一进去医院的时候，他还有一点，因为毕竟是艺人嘛，那个护理师来帮他。就是把屎把尿他很不好意思，他忍了3天都不敢上厕所。对，后来到第4天是真的忍不住了，就阿诺利啦。加护病房第一天我就觉得尊严受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你光是脱掉裤子要让他包上尿布，光这个动作，你就觉得说这多难堪啊！很无助，要装导尿管，他是握住你的鸟鸟呢。所以你现在知道装尿管的感觉了，对呀，因为他以前他就跟我讲说。所以你现在每天都期待那个步骤是吗？记得是说没尊严的是什么？那是一个正常的医疗行为，我们应该要对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嘛。真的，他一定要握住才能装。可是我就很不争气啊，因为我变大了。你放屁！好，那你尿尿就变成就滴在下面有一个接尿的一个盆子嘛。尿袋。加护病房的规定是不能下床的。对，无论如何不能下床。那你要知道，整个加护病房那么多病床，只有我一个很清醒啊，因为我是血液疾病，我脑袋没病啊。可是其他都昏迷不醒。他们要观察你才加护的。每天晚上都听到一样的对话内容。阿嬷，你眼睛睁开了，阿嬷，你眼睛怎么不睁开？抱歉，阿公，你别听过啊，都这种声音，各类警报声这样子。好，这还不是说那久了就习惯了嘛。我说尿布，你刚刚讲到那个上大号的问题，他要我搭在尿布上面，他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躺着，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没有，谁一辈子这样子大过便？对他没有办法。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忍耐。我就跟你拼，我不大便怎么样？你搞得过我吗？我就是不大便啊！怎样？你就这样忍的，我就不大便，肚子都大便。第4天我真的忍不住了，就真的拉在那个尿布上面。哦，拉完以后充满了罪恶感，因为护理师那时候在外面嘛。那我们一辈子没被人家这样服务过啊，我还不好意思说护理师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大便了。我要向护理师致上最高的敬意，真感人哎！你看，你叫我们帮自己的小孩把屎把尿还 OK， 帮别人怎么办得到？那护理师要帮你翻过来，然后帮你清理大便，还帮你擦屁股，然后把那个尿布卷起来，再帮你换上新的。真是谢谢他，真的是视病如亲，你知道吗？在隔天变音又来了，可是我躺着怎么样，还是没有办法像前一天那样。我想说。应该是躺着的关系，我就改成怎么姿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想说四下无人嘛，再怎么求只有我知道了，我变成这样。他先跟狗一样这样哦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护理师正好就进来，帘子一打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拍照哦。拍照，他以为我在猫趴。哎呦，丢脸死了！你只要住过加护病房哦，我觉得绝对人家说当兵2年，什么尊严都抛弃了嘛。你加护病房住9天哦，什么尊严你都不要了。虽然现在玉林哥用幽默的方式讲出来，可是当下绝对是非常不开心的。那个尊严完全已经没有在，完全不在了。讲回我一开始住院的时候，你好好讲一下。大家关心你啦。传言纷飞嘛。很多。脑水肿，什么那个什么肾功能衰竭，是。然后那个还有什么？澄清一下，跟大家说。猛暴性肝炎，一大堆问题，一大堆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被紧急送到3总去的。那他一开始也不知道你什么病啊，他只是觉得你好像很严重。所以他就要做各类检查，这一定是 SOP 嘛？所以我每做一个检查就被说成那个病。我知道腹部超音波就说我肠胃怎样，肠胃炎。对呀，不是肠胃炎，可能是肠胃癌这样，或者大肠癌之类的。大肠癌。然后我提到说，我平常都有在做健康检查，也吃很多健康食品啊。对。就被讲成说我就是因为吃太多健康食品。所以要帮欧医师澄清一下。对，欧医师，因为欧医师好像有推荐你一些健康食品。对啊，他知道我住院啊。对。不是，欧医师今天还敢来啊？你看到没有？欧医师，那既然有人这样说，那保健品吃多了真的会造成身体负担吗？会啊，其实保健品吃多真的会造成身体负担，所以是吃太多的问题。不过应该是这么说啦，就是说其实目前一些研究有放像是一些维生素 B6吃过量，那或者是之前一些研究像什么叶酸吃过量，或者这些脂溶性像维他命 A 啦、维他命 D 啦什么等等，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一些癌症的负担。所以那些太养生的人反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就说物极必反啊，所以当然在我们工学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去做检查，就譬如说我们可能会去验一下你到底身体的维他命 C 的含量啊，或者是什么一些营养
养素含量。像我吃眼门诊遇很多都是那种叶黄素过量，对，就会有这种的问题。所以就说，所以你就结合了这些保健食品，然后拿给玉林哥吃。对我就是等于说把他不是乱拿，哪样讲的，好像说他是要毒死我一样。功能科医学是你要先验血，先去验血，看你的血液当中，然后营养成分，你缺低就补低嘛，就补低，缺钙补钙嘛，没错。你有贫血现象，那可能比方说 B12啊，或者是补铁啊，补铁补半天补没用，那不但没用，可能还会铁中毒。那再试试看别的补充品看看。所以他们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医学科学就对了。久病成良医，你看现在玉林哥都讲会贯通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也要问比较好奇的是，我老婆也很好奇啦，就是说从那个验血报告当中，我说当时为什么不能先先期发现白血病这个事情？对，我觉得突然发现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云哥认识那么多年，其实玉林哥什么检查都做，他每一年都去做大套的体检，就包含全身的影像检查，这些都做。那其实包含的所有的抽血检查，然后是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、验口水，玉林哥什么都验，可是都验不出白血病，验不出。对，但是因为白血病这个东西的话，其实真的以目前的科学限制的话，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事先的预防，知道说你可能有白血病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防。那就要问李医师了，对，我们要怎么发现自己有可能白血的球有问题？就是每个人都说，他的征兆是什么？对，征兆都没有吗？了这个，应该说，因为玉林哥得的是急性白血病，就是我的全称叫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英文叫做 AML。对，没错，不好意思。其实牵扯到急性，它就真的很难先预防预期。很多人的病程就像玉林哥一样，都是几周到1个月内，甚至我有遇到是1周前还去堕胎没事，然后1周后就血癌，然后抽血异常，所以那个变化是真的可以很快，或者是说他一开始可能些微变化不会影响这些症状，那一开始的症状其实也都很平常，就是有些人就很容易感冒，1个月内一直反复的感冒，好像一直流感，或者是说他身上开始有出现不明的淤青变多，本来不会，现在会小红点。然后贫血的话，就是会比较累。可是现代人工作很容易累嘛，对，就没人不累。对，所以它是好发在谁身上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都有机会，都有可能。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我们这些血癌还是主要来自于基因异常。应该跟吃那些没有太大的关系啊，其实还是来自于基因，大多数是基因异常，少数当然有一些药物造成，就是化疗比较多啦，但是基因比较为主，所以真的是很几率，然后可以说那些得病的人比较衰嘛，好像可以这样讲。你说玉林哥啦，你就讲随机事件就好了。他的结论就是玉林哥就说你衰啦，你知道不？加内啦，基因的话就跟家族有关系。没有，他们都是自己发生的为主比较多，但家族遗传的是少数人，那是不是常见的？也不常见。对，而且要跟我们这位医师智商最高的敬意。李医师，我在住院期间呢，不是每个月都会轮不同的住院医师吗？我看他们服务的不错啊，你就往血肿科这方面来好好的发展。才不要嘞！那个好累哦，好难哦。真的哦。因为那个要研究 DNA 啊、分子生物学啊、微博，那根本就在做学术了。还有比较辛苦一点。还有血肿科哈，因为现在都精准医疗嘛，每个人哦不同的型哈，医疗方式都不一样。光是我这个 AML 的哈，这就不是分子 M1、M2、M3 以前的分法是这样嘛？那不同的型呢，不同的治疗方案又不一样。对啊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哈。每个血肿科的医师都像个学者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药物呢，每3个月、每半年都会更新嘛，所以等于中期医生都在做研究，就对。对，而且很多时候是，如果说病人的状况不好的话，那可能还会怪罪他们身上。对。可是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，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。确实的。所以真的要向他们智商最高的敬意了。谢谢，辛苦医师了。好，这边还是要回来问玉林哥啦，在这个重症病房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们一听到重症病房就觉得大事不妙。那玉林哥躺在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脑中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其实啊，我真的第一个念头是顾虑到我的妻小问题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每次记者问我说：“你赚多少钱啊？储蓄多少啊？多少资产？”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都交给我老婆。我实际上对我赚多少钱，我真的是也不清楚。我口袋永远都5000块呀，都是我老婆给我的啊。所以我第一个念头是说，我小孩才10岁，我老婆也才40岁。哎呦，那我们这样是这样吗？你得人要出现才有钱可以赚。
好，不像企业家他生病，可是员工会帮他赚钱啊，对不对？那可以远端赚钱，没有收入，然后又有庞大的医疗费用，所以心里面担心的是真的是钱的问题。好，这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呢是这个病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记得第一天哦，医生跟我说，你这个病，因为他看到我白血球高达22万，他说8、9不离10，正确要等1个礼拜以后那个 DNA 那个定序哈，那个检测出来才会知道。但是依他的经验来看，应该就是白血病啊。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啊，我说白血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不要那么大声，你不要让潘老师担心了，他很关心你啦。我说白血病是什么？啊，他就吞吞吐吐了，因为不想给病人压力嘛。他说就是大家俗称的血，他那个癌哦，他不敢说出来，知道吗？血什么？血什么？啊，血癌啦，怎样？他该不会血？你是不是在雪山里面救过一只狐狸？降板鸭，我不是狐狸，我是降板鸭。那你听到癌这个字，对，你想说完蛋了嘛？心情就不一样，心情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第一个做法会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开始 Google。好，看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全台湾都在为你 Google。对啊。然后它的存活状况怎么样？那演算法是这样，它一定会把最极端的新闻先推出来啊。比方说以前高凌风高大哥治疗失败，是。然后最有名的是当时郭台铭郭董的弟弟，2年花了好几亿，OK，啊也没有治疗成功。哎呦，那我本来充满希望，我是乐观的人啊，我看着我心开始凉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开始凉了哦。是。然后我体温开始降，然后我老婆打给我，她为了不给我压力，尽量跟我说笑。那讲她自己也先哭了，而且她那个哭声还不是不是这样，因为我老婆就像个小孩一样，她的哭是哇。那个李医生先给他7人镇定剂好不好？这个真的下去，你不要紧，慢慢来。对，然后呢？他哭了。我讲说再这样看下去不是办法，因为真正对的资讯都是要你花了好几天哦，后面才会慢慢出来了。啊，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本来不是都在搜寻如何治疗白血病吗？我放弃了，我直接搜寻如何面对死亡，因为我发现好像这个病治不好，因为连郭董花了几亿都救不活这个有钱的人，那我何德何能？我就开始啊，让自己祸害1000年呐。你可以用这句话鼓励自己。我安慰我老婆，我说其实人呢，生命的重点不在于长度嘛。这个时候谁听得下去？对，道理我们都懂，在于深度跟广度。不过到现在就变成病人反而要去安慰别人。对，哎呦，因为大家太担心。人有时候多活几年，少活几年有什么差别？因为他经过了这个过程，他自然会这样说。我跟你讲，你休息一下。广度跟深度，你休息一下。我是觉得是这样的，因为其实当初在那个第一时间里面，其实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，我晓得，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待过，就是气胸的事情。对，就跳上舞蹈跳到气胸。但是那个事情对我来讲影响也蛮大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这么健康的人，我却有这样的状况。对。可是同样的，当他第一时间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很清楚明白一个，就是他的心态一定会不太一样。对，第一个打击特别的重嘛，一定。对，一个人当他失去希望的时候，那个恐惧会占据你的心灵啊，是，你知道，所以我跟他说，你绝对不能放弃。我还记得，你记不记得那天我握了他的手？对，我去他加入的第一天，我握了他的手，我跟他说，我随时都在。然后后来发现他的左手长茧，才发现因为他习惯用左手 DIY。怎么会走到这里来？玉林哥想要让大家放心，不是 ，This is my brother，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觉得在那个当下里面，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陪伴。我不是一直都陪在他身边的人，是陪在他身边都是他的老婆跟他的助理。但是我们是在只要是时间上是 OK 的时间都做。但我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我因为答应他，我说过，我曾经记得他每年的生日我都会在。我说你好，我一定帮你分享；但你不好，我一定在。这个我从来没有他讲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啦。你最好的时候我不会来蹭你，你放心好了。好，我宁可去蹭罗志祥。蹭他更有效，蹭他更有效。但你不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。哎呦，我的意思，其实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，朋友真的，我们这个年纪朋友真的不多了，真的不多。要珍惜，你要很关心身边的这个人。我们不是说只有在节目上打打闹闹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无话不说的人，而且因为大家都熟。可是因为这个朋友生病了，我不是真的只有他因为关系，我周边的朋友我都会这样，只是他特别的严重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你很重要，就是你要陪伴哦。对，我每一天呢，我说我每一天给他安全感，我给他安全感。我每天发讯息，每一天呢，我每天发短讯、视讯、讯息。我念完了经，每天
给他，因为他不能时时刻刻来病房嘛哈，因为他有些时候不能，我们不能去。可是感人的是呢，因为他每天都早起，然后去公园，然后念经的这个习惯。哇！那一般人念经光念给自己都来不及了，还念给别人呢。可是呢，他天天他都回向给我回向而且固定大概就是早上6、7点那个时间。对，可是很奇怪，他在帮我念经的时候都会脱掉上衣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原因嘛？我是人吗？为什么你要脱掉上衣？你把手机，叫把手机拿出来。我今天早上还脱一个。你就是说架秀2斤，斗秀蒙丁。你到底脱衣服在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啊，你为什么那个在公园的时候煽风点火？不是啊，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裸体啊？我没有裸体，胡说八道。有时候会啦。我没有什么，有时候没有到有。你把你影片拿出来，没有一篇是那个。我只是做了我平常会对我朋友该做的事情。那我只是也让你知道说，哎，你随时随地都有这个人在你身边是关心你的。在陪着你的，对，精神的力量。对，我不想让你觉得说，好像哎呀，我走了，我不在了，身边的人都不在。有时候人走茶凉，那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耶。你知道，人过不去的永远是心。你好贴心哦，你好。你要知道，以前我们当制作人啊，然后做大节目啊，记者每天包围着我们。是。后来节目停了，那记者你打电话给他，他不回的，他不鸟你。不鸟你了。啊，同样的，你知道演艺圈是比现实的嘛？有时候你一旦怎么样的时候，哎，原本说跟你多好，尊称你为玉林哥的时候，那些人都会不见。所以还能够继续陪伴着你，那才是真朋友。真的，那个感情真的是让我觉得我跟他之间距离就更近了，你知道，因为你很珍惜对方这个朋友，是啊，每一天每一不时的时间我都会打个电话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你明天怎么样？我都一定要问一下，让我知道你的状况。我只是告诉你，我随时都在。对，7个月又04天，我真的念了7个月又04天。哇！我今天讲一件事情，是我事后跟他说的。我事后真的跟他讲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他出来的第一天记者会，我爸爸走了。对，那他没让我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让我没有回去，因为我答应他了。因为他第一天他跟我说，哥哥你一定要在。对。我在了，我坐下，我家里面，因为我也才有安全感，我希望他能够陪在我身边。因为我一直都在，我没有想，我也回去跟爸爸说，因为他生病了。可是，你懂吗？我没有回去。就是为了陪玉林哥，爸爸走了，可是他宁可来陪我，说来也算不孝了，不是，因为他爸爸已经100岁了啦，喜丧啦。我坐在这里就一下悲伤，对啊，一下要开心，一下要疯狂，都是玉林哥害。我跟你讲，我说真的，我只是觉得因为。该做的事情，我爸爸的个性是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先去做完之后再说，所以他的记者会完了之后，我就马上就赶回去了。哇！我相信玉林哥心里一定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对，而且我在当下我并没有跟他讲，原因是我不想去影响他的心情。呀！我的不要让他愧疚，但他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主办单位把他安排为神秘嘉宾，所以连我也不知道他会来，所以当主持人介绍说神秘嘉宾现身，我一看到是他。好，那当时这一幕有被记者拍到，我们两个相拥而泣，这样抱很久。对啊，那是很真挚的一种很真心的那种感觉啦。对啊，很好奇，玉林哥，虽然那段时间你感受到了很多人的爱，对，可是心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愤怒吧？这个问你是一定经常要回答病人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阿 Ken？ 对，我们会想问为什么？很重要的点就是基因的确在我们老化过程中每天都在更新，那更新的路途中就遇到了变异，那个变异如果有活下来，没有被你的免疫系统杀死的话，它就会变黑帮。我都跟病人说那叫黑帮，然后在你身体里面变成一个势力很强的恶势力，然后有一天它就变血癌了，所以那个真的是在基因突变会遇到的。那当然老年比较多，那小朋友的形态又比较不同，所以都有不同。这总归一句，其实就对啦，没错，就是衰啦。我的年纪可以当你的大哥，可是我的朋友反而都是我大哥，像潘老师、像詹老师、像宪哥，年纪都比我大，他们来探病，我讲说奇怪，为什么不是你们？你们都比我还老，对，为什么是我？那个时候就会这样。玉林啊，看来你要真的先见鬼啦！你看宪哥还这样开玩笑，真的是。我必须说一个他真的心里面的话，其实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在你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在你面前就是一个非常乐观啊，你看嘻哈的，但他不会把他
不好的那一面，不好的、让你不开心的那一面带出来。他有我们是陪着他走了最低潮的那个时间点，所以他不会让你知道他其实很不 OK 的。你要站在他旁边，你才会知道。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多事是压但我在心里对潘老师唯一的怨言呐，对说因为我对他对他吗都是感恩感激比较多，就是我还是回到家务病房，因为你不能起身，自然就不能洗澡。那怎么洗呢？哎，真妙哦，躺着他都有办法哦。就第二天突然有护理师说洗澡喽，洗澡，怎么洗？擦，连鸟鸟都洗哎，真的吗？所以我还是要再度向我们的护理师人员致上最高敬意。别人的鸟鸟干嘛要碰？可是没办法，你是病人，因为那边的清洁卫生很重要啊，对毕竟是外人嘛，我就很别扭啊，我就拨了电话给潘老师，潘老师能不能请叫我去帮他洗澡？不是，能不能请你那个老保姆来帮我们洗？阿莲他说可不可以有他老保姆泡澡？阿莲现在在美国啦，没有阿莲这个人。这个三位医生如果上厕所可以去了，可以去。这种鬼话就不要讲了。照理讲，如果你这样讲阿莲，我真的就是他的保姆啊，我帮他，你就是我帮他送菜送饭，我帮他煮汤。煮牛肉汤，煮什么鸡肉汤，我弄给他吃，因为我怕他不吃青菜，我还炒青菜就给他吃。对，我是趁热的这样带过去给他吃。真感人是这样子，因为我算是急忙当中被送到三种算急救了啊，因为报告一拿出来，他们知道大事不妙啊。然后呢，我当时整个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我眼睛睁开眯一个缝的时候，第一眼就看到潘老师跟他的经纪人那个志远哥，对呀，所以他们算是我的朋友当中，当然除了我自己的老婆跟助理之外，我的朋友当中，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潘老师。哇！玉林哥，你也不要觉得大家都不去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被规定不能去啊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不方便，对，因为只有雅雅他们家人去在旁边，对，很多人都是被挡在门外而已，而且他也不想让人家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感觉。呀，也是。住院很妙，就是说有时候你又希望朋友来看你啊，可是有时候朋友来了，你又嫌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应付很多人，然后你又要去提起精神，就是那可能有些病菌会带进来。对，都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左手在输血，然后处于一个虚脱状态啊，可是朋友要来看你也不好意思说不给他来嘛，然后进来了，嘿，谢谢啦，百忙之中还这样子大驾光临，那其实对啊，其实身体是虚的，对啊，所以不要了，那个时候真的时间点不要，而且就是因为最好的照顾就是少打扰，对，就是不要，但也不能都不打扰哦，除了3分就像忽略掉一样。那我想问一下医师啊，血癌是不是可以移植骨髓？那这个移植骨髓是不是就完全好了？它就是治疗的一种手法，所以它算是治疗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方式。那像玉林哥就目前不需要。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，我的基因检测，我的基因变异是 NPM1，然后加 NRAS 这样子。对。那重视的是 NPM1 这个基因，叫做 mutant， 那就是 NPM1 的基因变异。那它是好的基因变异，基因变异怎么还有好的？因为它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，而且它对一种化疗药物叫做黑格啥RAC 哦，黑格 RAC 嘛。化疗就是传统的高剂量化疗。我发现玉林哥去住院，英文变好好，英文变好好，你以前英文都乱走，你现在讲话像医生呢。对啦，等于讲以这个基因变异对 RAC 哦特别有感应，就 RAC 可以消灭，然后还有标靶。所以我治疗期间每天早上他们会给我一颗标靶，就是针对 NPM1 的。对，就是有好的治疗药物啦。所以呢，不一定要移植，不一定要移植，可是过程当中还是很紧张嘞，因为医生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绝对不用移植啊，因为医生不肯跟你打包票，因为很多状况也是还是需要移植的啊。那这个也要感谢慈济啦，因为慈济建立了台湾最大的骨髓库啊。那要配对，说真的没那么容易，谁可以跟你100%相合？那我算运气不错，可能潘老师念经也有差，就是回向给我也有差。有哦，我不止找到配对。这个李医师听到都会很吃惊，有6个跟我10%相合的，然后既然有捐赠者就安心多了嘛。可是我们能够不要移植就不要移植啊，因为移植是因为一件大事情，排斥作用，有人就皮肤痒啊，也是嘴巴破啊，然后无微不微这些排斥症状，而且可能1年2年。好，那没有办法正常一定能根治吗？还没一定嘞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紧张兮兮的可是要不要移植，要看你每次治疗的成果。我总共4次巩固化疗嘛，第一次 NPM1 2600多，第二次降到2400多，医生有点皱眉
你这个是有降，但降的幅度不是很大，可能还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如果第3次降幅还是不大的话，要移植，要不要移植？哦，他简单的一句话哦，我跟我老婆哦又开始担心了，我老婆半夜又哭了，2600多，第2次才2400多而已，那现在就要期待第3次嘛，等待的时间有够煎熬的呢，对，很煎熬啊。那个，反正你认识的神明都会念一遍，你希望第3次的骨髓这个检测是好的嘛？对。那检查报告一出来，那跟那咪牌一样啊！因为我害怕，因为我本来讲说2600多，降到2400多，被医生认为可能还是移植比较保险。我怕会不会有降，但也是2200多，那医生还是一定会叫你移植啊！我这边咪0死人了，会不会不但没有减少，还变更多？会不会是1万啊？哎呦，005，会不会是15000？哎，后面没有数字了，当到500了啦，当到500，从2700当到500，所以你一次就了解嘛，一次这时候就会考虑到说可能不需要移植了嘛。哇，就可以不移植。这么好的事情，所以不是你衰，你后文得细拜直接写了几个英文 ，not detected， 翻成中文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办法侦测出来。哎，你英文算不错。可是医生不会跟你讲治愈，他只跟我说缓解，全部缓解。对了，可是还有在日后的追踪啊，然后继续服药维持。是几个月的时候？哎，初期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回去复诊，他就一直看你的血球成长的状态，那可能慢慢就会变成，比方说1个月1次啊，半年1次啊，大概就跟一般的疾病一样啦。那个追踪还是很重要。追踪，就算他不做，旁边的人也会监督。对啊，因为我算模范病人啊，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，就是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你家里面的这个一家之主嘛，但生病过后的时候，会不会跟比如说女儿啊，或者跟太太啊这个之间的关系，会不会有什么微妙的变化？这个算是我生病最大的收获啊！当然讲收获也不准确了啊，可是我们结婚15年了嘛，你知道，结婚久了了没感觉啊，回到家里面也没什么话好聊啊。然后女儿比较黏妈妈嘛，跟爸爸的感情本来就稍微会比较疏远一点，因为你都在工作，对，那生这个病，那一开始我记得。我第2天吧，我就跟我老婆交代，我怕有些财务状况她不是很理解，我要告知她说哪边的房子可以卖，因为我怕我就一病不起了嘛。那个保单怎么样？她一直啜泣，一直啜泣。后来听完我讲完整个财务状况以后，她就笑了嘛，因为她发现她可以过好几辈子好生活，你的不少，她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呢？因为就常常要来陪病。以前我必须讲，我们是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就是老夫老妻，就是1点小事就容易吵。好的时候反而容易吵。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是病人了嘛，总不方便再吵了。然后从不吵，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那开始会比较用温柔的方式来讲话了。讲话当然就越来越温柔了。对啊，就变得比较温柔。然后我跟女儿呢，以前大概也聊没几句，说今天功课怎么样啊？就这样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。对，那现在就会大量的长时间的聊天。前几天我女儿的班级这个必须要征求一个家长，他们做职业分享，因为他们有一课叫做小小记者。那我女儿就说：“爸爸，你去啦，你去啦。”突然有这个机会，女儿一定很高兴。对呀，因为全班轰动嘛。对呀，我本来很担心，本来压力很大，因为我的受众都大人，我也抓不到小孩的笑点。对啊，没想到我的笑点是大小通吃。那演讲完因为很受欢迎嘛，小朋友都很包围啊，老师们也来要求索取签名。那我女儿就觉得很骄傲嘛，然后回来呢就跟我讲当天的盛况啊，说我离开以后他们对我讲的内容津津乐道。我跟小孩就更多话题在聊啦，我就觉得说，透过如果没有生病，他们也不会想要找我去分享嘛。那透过这个分享，我跟女儿的感情又更拉近距离，跟老婆更不用讲了，因为老婆是感情也变好了。对，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行动啊，那老婆还是把我当病人，所以到哪里都会开车接送你，带我去运动就是我前几天去做皮拉提斯，我也是在那边伸展啊，但是就比较多接触运动。大家，对呀。玉林哥，那为了你的那个家庭和乐跟那个爱情着想的话，你就先不要回来好了。
你讲的什么鬼话？对，我要赚钱好不好？好处在那边，他每一天还可以赚5000块耶。哎，除了我觉得没有办法要养病啊，那收入减少之外，你还要付医药费。对，那我们都有听到你说那个保险反而让你倒赚5000块，这是有点开玩笑的吗？我们现场有保险专家啊，保险专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言，你是来领保险金的吗？你是玉林哥怎么样？你是玉林哥的保险员吗？保险达人啊，因为我的保险员，因为保险公司有一些规定，所以不方便露脸这样子。OK。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保险员，因为我保了很多家，很多险不同家，是这样啊。那我一开始住交病房，不是一直担心收入的问题嘛？我其实真的忘了保险这件事情，我就想说啊，也有加西郎，加护病房其实还好，因为加护病房那个健保会给付嘛。那我们转运的时候呢，必须要顾虑个人隐私，然后环境又不能太差。主要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一般你乳癌哈，你去化疗，化疗完以后你就回家了，对，然后时间到了再去化疗嘛。可是我们这个是不能出院的，回家你会死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它必须要监测你的血液状态，每天都要监测，每天都要监测你的血液状态，要打抗生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白血球很低，你回家看看，随便家里人有人感冒，你感冒就走了。所以你必须要窝在那边，住在那边，那长达半年以上的时间，你病房环境如果不好的话。那对现金流上，所以只好住单人间。我那个病房的价格讲出来，连你李医师都会吓到从椅子上跌下来。哎呦，我那病房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李医师。我那病房一天2万5。2万5。哎，你这不配合，你吓死了，没有办法写预告了，你怎么搞的？李医师是台安的嘛，对不对？台安没有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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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那病房一天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多少钱？2万5。太贵了我要来一次是吗？对，来，李医师多少钱？我那病房一天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多少钱？2万5。人家好一个医生，堂堂一个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搞成医师？他回去还要面对很多的病人呢。他在节目上中医酸，医师是巨蟹座，而且这一整集啊，这一整集预告没有我，就是只有你。他们当时帮我安排病房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好意思问价钱，问价钱就漏掉了嘛，然后搞得我们好像付不起钱一样。其实我是住进去以后才知道这么贵，才知道这么贵。这样子算下来等于1个月75万呢。对啊，2个月就150万啊。对，对啊，哇，如果6个月就900万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想起说不对啊，我有保险啊，可是因为我对保险概念很薄弱，我只会签字而已。至于说里面详细内容我是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就请了一个比较熟的这个算保险，他当然他已经干到总监了啦，请他帮我整合一下，因为我有各家不同的保险公司啊，每个保单谁看得懂，那跟天书一样啊，帮我整合一下，然后算一算。我们一开始一定会有什么重大伤病或者是癌症险，这一次可以领的啦，可能上百万啊、80万啊不等这样。可是重点是每天的住院医疗费用啊，算一算，我不是说住院一天2万5吗？对，我算一算，我一天还拿3万，哇，这得他我清啊！哎呦，不愿意出院就是这样子。不是啊，那是医生规定的啦。其实他3个月就想出来了，我想说我再多住几个月，多赚一些好。台湾的病房很挤啦，他们都尽量你能回家赶快回家，因为病房其实很多人在排队。所以你现在出院了，这笔收入就不见了。对，所以我有点惋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这里，我开始要赚钱了。真的要，对啊。那也想问赖保险专家，就是有没有人因为玉林哥的新闻开始主动来保险？一定会的，因为他知名度高啊。他说很多人就会在癌症险或是重大伤病，他会加强啊。你看他一天就2万5。你看我们不是啊，我一天我一天领3万。我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要隐私的话，我去住普通病房，假设我住5000的病房的话，那我一天会多赚2万5。对啊，对啊。
哎呦，就转普通病房。所以请问一下有没有8人房？但是这个前提你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，他缴了保费缴了很多，对，是前面缴了保费，前面缴了多，他今天才可以这样子。可是保险就是一般人是没办法，保险就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嘛。还有一点的确，现在是可以分开的，现在是医疗险可以单独保嘛。我那个年代是已经挂在寿险啦，已经有一个主约，然后才能够附加医疗。那这个寿险也是庇应我自己的妻小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保了也不是白保啊。因为我如果真的跟上帝喝咖啡了，那我的老婆、我的女儿生活无虞啊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心里面的安全感啊，所以还是很重要。对，我知道有的酸民是说，那是你有钱保那么多险啊。可是我想反问你，你险连保都没保，你一个月薪水5万，你1毛钱都不愿意保，为什么呢？人口袋有钱会痒，你知道吗？他拿去花掉。他不愿意保险，他拿去吃掉，拿去喝掉，拿去 KTV 唱掉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？我讲的不是说像你一定要像我1年保40万，你可以提拨一个比例啊，对，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嘛。可是人不是啊，人的钱呢，你不拿去买保险，他就是会养啊，可能会养啊，他会去享受了。对呀，那享受就没了嘛。他保险这个钱用了他看不到的地方，他就会觉得，哎呦，我还是不要保这个险哈。可是人生其实就只有2个字，无常。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。我连他就是因为他保险保这样，所以我老婆最近一天到晚问我说：“对呀，你的保险有没有像他那么多？万一有一夜我们领了什么？”他老婆一直告诉我说我的保险是谁要介绍给他，所以毛起来加保。后来他老婆最近也常常跑庙啊。他突然让专家来讲比较稳呐。对。那个劳健保有没有保障？劳健保也是有。其实保险在规划有钱规划好一点，如果没有钱也是要规划好一点，对，也要只是用改成定期寿险，或是定期这个空间有没有？我在赚钱的能力。这个空间有没有范围内有没有？万一发生事情有没有？其实保费很低，可保障很高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像玉林跟他保险观念很好，他可能是他的人情保买很多，因为每个人看到他旁丢一丢嘛，旁丢一丢。对，按照用的细则嘛。买那么多。你40万的规划里面啊，你要怎么去规划面面俱到的保单啊？那一般人啦，一般人如果像一般小资主有没有？你就是要先把医疗险顾好，基础的顾好，先求有再求优嘛，一步一步来。所以在有限的资源里面，你要做财产做这个分配，对配置啊，你要自己做配置，因为保险是一个理财的配置，或是风险的转嫁，这样对于我们来讲比较不会有家庭的压力跟责任，因为我们买保险是为了爱跟责任嘛，对不对？那劳保可以保障到什么程度？因为你们应该是在工会嘛，劳保工会或是职业工会那个都会有。那劳保因为劳保它的伤病给付是第4天开始起算，伤病可以给付6个月。如果你投保1年最高可以，对，可能50%不了，50%。还要看他的好像他的底薪是多少的，对，投保薪资，投保薪资。对，然后他是固定的底薪是投保薪资是多少才用那个来扣。假设他是4万块好了，他就是1个月有没有扣掉4天，1个月就可以领2万。那也可以的，那也是。我们投保薪资最高是4万5千多嘛。医疗险本身就有包含对癌症嘛，可是好像也有癌症险。有医疗险是所有的医疗都可以，不管是意外医疗或是疾病医疗，它就是这2个医疗嘛。像癌症就是属于疾病医疗，是。癌症险又独立在癌症险在做加强，重大伤病要在重大伤病做加强。那我们买癌症险有没有要注意的条款？癌症险有，重点是并发症3个字。因为癌症险的并发症是最多的。其实我健康检查或者是健康食品都没有少过啦。有时候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啊。可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啦。人生不是只靠努力就可以啊，很多时候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嘛。我这个病你不管任何检查都是检查不出来的啊。我记得我病发前几天也就是去欧医师那边啊，我数值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异常啊。对。不信你问欧医师，给他讲一点话，不然他今天坐在那边。对，因为其实玉林哥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很不典型的这种疲劳啊，对，然后好像就觉得比较累啊，比较喘一点啊。可是那时候其实抽血数据其实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对啊。哇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正面面对，然后珍惜每一天，是的，每一个当下。对呀。我是很佩服玉林哥，就是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巨变，他还能够保有乐观的心情，然后今天还能够到场上来让大家放心。对，我是真的佩服玉林哥，我没有想到他真的回来了。你好好说
说一下，其实这段时间这么长时间到现在，真的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人活得不健康，生命的长度是没有意义的啦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要健康一点，要健康。那也要跟观众朋友说了，玉林哥还要再休息一阵子啊，我们还是要让他好好的养病。对。但是我还是会尽量让自己 coming soon 没错，对啦，你赶快 coming soon 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大家都很想念。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啊，要把每一个对，来要送给玉林哥，好棒，好哎，恭喜你出院了，太感人了。祝福玉林哥。今天唐老师有来看我，还帮我看了命盘，帮我做了一些开示跟智慧的启发，也非常谢谢唐老师。太棒了！其实我自己个人，因为我们来代班嘛，那其实很多观众的心里面的想法，其实我也都有在吸收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玉林哥。是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，你知道有的人可能会骂你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不是玉林哥，为什么是 Ken 哥？那不要放在心上，那有的是我自己留的啦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有看到一些人留言说阿 Ken 比较好笑，那也是我自己留的。有的我进去的时候，有部分是纳豆留的。这个也谢谢这样，你看我们潘老师不离不弃，有没有？一定要最深的友情。对 ，What's friend for, right？ 朋友是做什么的？对啊，你看，好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祝福玉林哥。啊，谢谢。coming soon哦，谢谢。最近暖身期间会常来啦，会常来啊，来，赶快哦，深的哦。好，锁定我们节目哦，常常会看到玉林哥啦。谢谢。